去年最火的游戏本是哪一台呢？联想拯救者 R9000P 啊！不仅是我在推荐啊，各大网络平台像 B 站呐、知乎啊，还有我们笔记本贴吧，到处都在讨论这台机器，说它是去年的8 G，不过分吧？那作为明星型号，2022年的最新款 R9000P 自然也是备受我的期待啊！6月份才姗姗来迟，比 Y9000P 晚了3个多月，真是一番苦等啊！这期视频我主要解答2个问题：第一，新款 R9000P 相比去年都有哪些升级呢？第二，这台电脑首发涨价了1000块钱，涨价之后还值不值得买呢？看完全部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我们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啊。这台电脑采用的是锐龙7 6800H 处理器，采用的是 Zen 3 Plus 架构，台积电6纳米工艺，8核心16线程。独立显卡是 RTX 3070 Ti， 最高功耗150瓦。内存硬盘我们都很熟悉了啊，老朋友了。屏幕规格没有变，16英寸2560×1600分辨率，100%sRGB 色域的电竞屏，刷新率为165赫兹，首发售价10499元，比同显卡的 Y9000P 2022便宜了500元。但是呢，相比去年的 R9000P 2021加价了1000块，看得出啊，无论是 Intel 版还是 AMD 版，9000P 都不打算走性价比路线了。那在外观部分呢 ，R9000P 几乎没有变化，比如说这外壳啊 ，AD 面为金属材质，摸上去手感呢还是可以的。正面有一个大大的 Y 字灯，看上去呢就像奔驰轿车倒过来一样啊。屏幕为16:10比例，屏占比很高，下巴这么小，看得我十分羡慕啊。面板来自华星光电，和我们之前测过的 Y9000P 2022有所区别，可能是混用的。实测的表现呢依旧很优秀，色域容积100.6%的 sRGB， 色域覆盖98.8%的 sRGB。色准方面，这台机器自带校色文件，可以在预装的艾色丽颜色助手里切换。因为 sRGB 预设之后呢，平均delta E 1.19，最大delta E 2.23，表现不错。屏幕在默认状态下最大亮度514尼特，切换到 sRGB 之后略微降低480尼特。屏幕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响应时间方面，默认状态下黑白响应8.4毫秒，灰阶12.6毫秒。开启 OD 加压之后，黑白响应7.8毫秒，灰阶缩短到6.6毫秒。同时上下行都有一定的过充，存在轻微鬼影现象，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开启。总的来说呢 ，R9000P 的屏幕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啊，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和16:10都有，色彩和亮度也都不错，是游戏本中的全能屏。再来看一下 C 面，键盘同样采用了经典布局，全高方向键和数字小键盘一应俱全，键盘和触控板手感呢都是中规中矩的水平啊。整机重量2.48千克，厚度21.2到25.8毫米，属于肌肉游戏本的常规体型。这个适配器还是300瓦的大板砖啊，游戏玩累了还能用来锻炼一下身体。再来看一下接口布局呢，和 Y9000P 基本相同，3A 加上3C 的配置，区别在于机身左侧的雷电4换成了 USB 3.2正2速率的 Type C， 这2个 C 口的视频输出是不一样的啊，一个走核显，一个走独显，自由度很高。总之呢，这个接口规格平时肯定是够用了。好，我们下面进入到性能测试。这台电脑搭载的是锐龙7 6800H 处理器，相比于去年的锐龙7 580H， 在 CPU 部分提升的点主要有3个。一是制程工艺从台积电的7纳米升级到了6纳米，二是架构小改，从 Zen 3优化到了 Zen 3 Plus， 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增加了 0.3G 赫兹。然后内存更新升级到了 DDR5， 去年缺席的 PCIe 4.0今年也补上了。众所周知啊，这次的 AMD 处理器进步最大的地方是核显，终于放弃了老旧的 GCN 架构，全面升级成了 RDNA2， 频率也提升了。这一代的6000系锐龙，简单来说就是 CPU 小修小补，其他地方大换血。下面我们来看跑分，首先是 CPU， 单核性能部分 Cinebench R20单线程594分，相比于去年的锐龙7 580H 高了差不多6%啊，可见单核性能确实不是6000系锐龙提升的重点。多核性能部分呢，这台电脑的 R20循环里分数非常稳定，基本上在5480分左右小幅波动，相比于去年提升了400多分。由于都是大核心啊，没有小核帮忙刷分，所以说呢，多核跑分不如隔壁 i7 那么高了。跑分时的 CPU 功耗全程都维持在90瓦，频率呢维持在 4.15G 赫兹。去年的锐龙7 580H 由于58安的 TDC 电流强限制，75瓦左右基本上就到顶了。而今年的锐龙7 680H 把这个限制放宽到了80安，所以说功耗能够跑得更高。总之啊 ，R9000P 的 CPU 性能相比上一代确实有进步，除了常规的核心升级换代，功耗也给的更多了一些。但是呢，因为 AMD 今年改进的重点并不是在 CPU 性能上，所以说呢 ，R9000P 的提升幅度还是比较一般的。
测完了 CPU 核显的性能，我们也看了一下，虽然游戏本里不太用得上啊，但是呢也可以当做选购轻薄本时的参考嘛。实测 TimeSpy 2190分 ，FSE 3060分 ，Superposition 校试1399分，相比于去年几乎是翻倍的提升，进步非常大，甚至比去年的 MX450独显都要强一些哦。对比英特尔的 Xe 核显也是领先的。除了传统光栅性能外，这个核显还支持光追，核显都支持光追了，你敢信？实测 Port Royal 可以跑到843分，因为核显不会在测试中爆显存，所以说呢分数相比2050这种入门级独显还要高一些啊，牛！不过800多分也只能算是图一乐的水平，估计没有人真拿核显玩光追游戏吧？没有吧？总的来说，锐龙 7680H 的核显相比上一代进步非常大。当然了，对于 R9000P 这种游戏本来说，核显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啊。所以说呢，更详细的分析我们还是放在以后的轻薄本评测里。下面来看一下独显的测试，它搭载的是最高150瓦的 RTX 3070 Ti， 其中呢包括25瓦的动态增强。这台电脑也支持在 BIOS 中进行显卡自动超频，并且默认是开启的。实测跑分中，这个性能大致相当于175瓦3080 Ti 的92%，比去年140瓦的3070强了约10%。而相比140瓦的3060，领先幅度比较大，有40%。所以今年70级别显卡的情况和去年类似，都是相比3060有明显提升，而相比3080 Ti 这种旗舰卡差距很小。但是对比上一代3070的话，10%左右的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啊，跟 CPU 的提升属于同一水平。如果是出于稳定性考虑，关掉自动超频，那么性能还会略微下降3%，提升就更小了，责任全在老黄。理论性能跑完了，下面再来看看实际游戏的表现。测试时全部放在独显直连档位下，因为这台电脑是16:10的比例啊，测试原生分辨率时显卡压力会比常规的16:9的2K 屏略微高一些。先来看网游部分，原生分辨率下，全高画质的 DOTA 2 129帧，最低画质的 CSGO 446帧 ，Apex 英雄195帧。这个帧数流畅玩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 ，DOTA 2的帧数相比 Y9000P 还是有差距。主要是网游对于显卡的压力要小一些，更多体现的是 CPU 的瓶颈。这一代的 AMD 处理器极限游戏性能确实是不如英特尔。如果降低分辨率到 1080P， 那么 Apex 的帧数会有明显提升。而另外两个游戏变化不大，建议平时保持原生分辨率就可以了。再来看单机大作，这里主要就看显卡了啊。3070 Ti 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古墓丽影能跑96帧，地铁离去67帧，地平线5和全战战锤3都有74帧。当然，这个2077是个例外啊，这个游戏优化实在是太差了，全开画质3070 Ti 也驾驭不了啊。如果降低分辨率，那么帧数还能更高，古墓丽影甚至比 DOTA 2这种网游都要高一些啊。不过呢，非点对点缩放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画面变糊，我个人觉得多数游戏 2.5K 分辨率已经够流畅了。测完游戏，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容创作软件的表现。Adobe 三件套 PS 858分 ，AE 795分 ，PR 728分。与网游类似啊 ，Adobe 的软件也是更考验 CPU 性能的，而 9000P 的成绩也是小幅落后于 Y9000P。当然了，而 9000P 这个成绩已经不低了，用来做各种常见的剪辑修图工作是没问题的。最后是 SpecView 2020的成绩，这是一个工业软件，相对来说对显卡要求更高。这里搭载的3070 Ti 的 R9000P 就很有优势了，大部分项目的得分都要比3060的 Y9000P 更高一些。简单总结一下啊 ，R9000P 2022的性能释放还是很强的，无论是 CPU 还是显卡功耗都给的很足，仍然是标杆级的水准，用来玩大型游戏或者做一些创意设计工作都是很合适的。但是今年无论是 CPU 还是 GPU 在性能方面的进步幅度都有些小，所以说实测下来 R9000P 的提升幅度一般，属于常规的升级迭代。测完性能，下面进入到拆解环节。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内部结构和 Y9000P 2022基本上是一致的，相比去年只是小改。最下方的电池容量是80瓦时，而 9000P 在拔掉电源后会自动切换至 iGPU 模式，完全关闭独显。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跑分为7小时47分钟。那如果是我们传统的标准混合模式下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跑分时间就缩短到了2小时19分钟，这明显不正常啊！原因和我们之前测试过的 Y9000X 是一样的，因为 Legion Zone 软件开启时会自动拉出独立显卡，在待机时无法休眠，导致耗电量增加，这是一个软件的 bug， 后续会修复。目前呢，建议各位在不接电源的时候直接用 iGPU 模式吧。原装的固态硬盘位于右侧，512GB 的三星 PM9A1， 这一代的6000系锐龙增加了PCIe 4.0 的支持，而 9000P 也跟着升级了。
实测跑分看图，第一梯队的固态性能还是很牛的。左侧还有一个预留的 M.2 插槽，自带散热片，可以自行加装。无线网卡是联发科的 MT7922，支持 WiFi 6E。内存由2根美光的 DDR4800兆赫兹组成双通道。跑分看图 ，AMD 平台的内存读写速度比 Intel 平台的慢一些，但是延迟也会更低，算是互有胜负吧。散热模组和 Y9千P2022是同一套无热管双风扇的组合，一个热管隐藏在背面，给供电和显存散热。相比上一代，只是热管的布局稍微有一点改动，整体变化不大。下面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室温25度，机器保持在野兽模式，单烤 CPU 维持在85度，功耗86瓦，频率4.25到4.75G 赫兹。单烤显卡 RTX 3070 Ti 维持在86.6度，功耗150瓦，频率1530兆赫兹。最后是双烤 CPU 89.1度，功耗45瓦，频率3.375G 赫兹。显卡84.3度，功耗140瓦，频率1500兆赫兹。然后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高温主要位于键盘靠右侧，温度最高的键帽是43.7度 ，WASD 键37.8度，空格键39.4，万托29度左右。最后是噪音，在33.8分贝的环境噪音下，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51.8分贝，属于今年游戏本的常规水平，能明显感觉到噪音啊，但是呢还能接受。总的来说 ，R9000P2022的散热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今年的核心功耗普遍都有所增加，散热压力增大，但是呢 ，R9000P 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啊。CPU 和显卡单烤都能增加10瓦左右的功耗，双烤增加了15瓦，它也能压住。而且呢，表面温度相比去年还是略有下降的啊，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值得表扬。看完了测试的全部内容，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先说优点。第一，散热表现较好，性能释放激进。去年的 R9000P 散热就已经很强了，而今年的 R9000P2022又进一步升级，在核心功耗增加的同时，还能降表面温度，散热表现在中高端游戏本里属于第一梯队。第二，屏幕素质较好。虽然它的屏幕规格相比于去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纵观整个游戏本市场，能同时兼顾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和16:10的产品依旧是极少数。而且呢，它还自带校色文件，亮度很高，在今年仍然算得上是一块优秀的全能屏。第三 ，C 口支持135瓦充电。目前大多数游戏本的 PD 充电还停留在100瓦，而这台电脑可以通过私有协议支持到135瓦，并且呢进入100瓦的 PD， 在便携快充方面领先了一步。那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发布时间较晚，并且供应量较少。去年的 R9000P 是3月份发布的，当时真的是风光无两，几乎找不到对手啊。而今年的情况则不一样啊，12代酷睿的游戏本抢先上市，等到 R9000P 发售的时候，竞品已经很多了。这台电脑价格有上涨，并且呢3070 Ti 的版本供应量偏少，比较难买到。第二，机身和适配器较重，这台电脑的机身加上适配器足足有7斤多，即使是在游戏本里也是偏重的那一档啊。而且这个板砖适配器啊，体积也是有点太大了啊，便携性比较受限。第三，默认模式下 RTX 3070 Ti 无法休眠，续航较短。在混合模式下 ，NVIDIA RTX 3070 Ti 独显无法休眠，导致续航只有2个多小时，基本上属于离不开电源的级别啊。目前已经核实，这是联想 Legion Zone 软件出 bug 的原因。虽然它也提供了 iGPU 模式，彻底关闭 N 卡来延长续航，但是这样的话，独显就完全不能用了。希望后续的 Legion Zone 更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看完 R9000P 的评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呢？在我看来，这台机器的底子还是很优秀的，性能释放、屏幕表现仍然是标杆级的水平。小改之后的模具降低了表面温度，增加了1个 C 口，还支持130瓦的 C 口充电，比去年更完善了。但是呢，这么多测试做下来，这台电脑给我的整体感受是没有去年这么惊喜的。去年我可以给 R9000P 一个 A 级的评价，今年要稍微下调了，大约 A 减吧。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今年 R9000P 上市比较晚，风头都让 Y9000P 抢了；另一方面呢是它的 CPU 和显卡提升偏小，对比于去年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而在性能提升不大的情况下，它还涨了1000块钱，性价比方面呢，我觉得是下降的。另外，这台电脑是测试机，还存在一些续航方面的小问题。虽然机器是好机器，但是目前还算不上完美，需要优化。至于这个选购建议嘛，我觉得这台电脑会推荐给那些预算比较高，平时呢喜欢玩3A 大型游戏，同时对于便携性不太敏感的玩家选购。AMD 锐龙7 680H 平台在打3A 大型游戏的时候，实际体验和12代酷睿区别很小。
客观的说啊，这一代 R970P 的定价呢，我感觉还是偏高。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上一代的 R970P 性能与它相差不大，价格却便宜不少，更适合平民玩家。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